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在上期的视频里面和大家聊了聊，为什么说 A 股市场会变成韭菜收割场，散户又是如何错误的执行自己的交易，导致总是亏损。如果还没有看过上期视频的小伙伴，可以点击上面的链接观看。A 股散户亏钱，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交易策略，但是大部分的因素是因为 A 股市场本身的原因，导致存在着大量的机构用户采用 T+0 的交易方式和程序化的方式，能够收割到大量的散户。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 T+0 交易、程序化交易到底有多赚钱，他们又是如何赚钱，券商又是如何和这些机构合作来收割散户，散户如何才能避免自己被收割。在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订阅按钮，并且点开小铃铛，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2019年，中国香港联交所的股票平均日成交金额为692亿港元，而 A 股的日平均交易金额为5141亿元。2018年，纽约证交所和附属市场以及纳斯达克市场合计每股日均的成交金额大概在1200亿美元，而沪深两市在2020年7月份就有连续9个交易日交易金额突破 1.5 万亿元，基本等同于纽交所及其附属市场以及纳斯达克市场的总和。巨大的成交量背后，主要是基于日内回转交易及程序化交易，甚至高频交易，各种以技术突破制度的交易者。根据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定义，高频交易是指一种高速度、高频次的交易方式，通过预设的计算机算法实现，指令间隔通常小于5毫秒，甚至可达到微秒、纳秒级。目前 A 股理论上并不具备程序化或者高频交易这种类似以技术为基础的交易模式，原因很简单， A 股是 T+1 的交易结算制度，即 T 日买入的股票 T+1 日才能卖出，但是资金已经实现了 T+0 的结算，即 T 日卖出的股票资金可以立刻到账，可以继续买入股票。但无论是日内回转交易、程序化交易还是高频交易，首要条件都是要实现交易的 T+0， 这样才可能当日多次买卖股票，指令间隔才可能非常微小，从而达到收集市场上所有的交易指令，并赚取其中微小价差获利的目标。A 股变相 T+0 交易早在2012年就出现，主要是之前在国内做美股日间交易的人转来的。2008年左右，不少美国和加拿大的券商在中国发展代理公司，尤其是在上海、福建等地，雇佣并培训交易员对美股进行日内交易。这类交易有固定的模式，本质是选股后看技术曲线做日内短线。2012年前后，以加拿大券商迅捷交易为代表的机构，因有系统有预谋的操纵上市公司的股价，被美国罚款或者关停，他们的美股日内交易业务大幅收缩。随着融资融券业务在 A 股市场的兴起，融券可以当天借券还券，美股日内交易员便开始转战 A 股，以融券作为底仓，变相做 T+0 的交易。2014年，券商互联网金融业务遍地开花，大家大打佣金战，交易费率大幅下降，让 A 股变相 T+0 进一步火热。T+0 操盘团队主要有2类，一类是专门提供日内回转交易服务的团队，市场俗称 T+0， 另一类是私募基金管理人自建的 T+0 操盘团队，大多招的是有日内回转经验的交易员。为了能够以最快的速度从交易所所获得市场信息并发出指令，高频交易者通常会采用与交易所就近连接，甚至直接进行主机托管的方式。当时这类交易遍布 A 股市场，为了更快，也出现了专门在交易所办公室中设置服务器，减少物理距离的操作。程序化交易的策略主要有3种，一种是做市，就是根据市场的交易情况进行一系列的多空头爆单，以赚取稳定的价差，通过大额的交易量将单笔微小的价差进行累积放大，从而获取稳定的收益。
其收益来源主要是交易量。第二种是报价纸袋策略，也就是利用数据传输的速度优势，通过获取和分析市场上一系列的交易信息流和价格信息流，识别出尚未被市场认知和股价反映的新信息，以准确地刻画出市场的结构，从而更早一步对进行交易。其收益的来源主要是速度和时间差。第三种是套利，也就是通过识别同一时间点上不同市场的价格差进行套利交易。2015年股灾前后，在中国风起云涌的一波程序化的交易，就是利用巨大的交易量收割所有报价单获取利差。不过2015年的股灾断了 T+0 交易的路。当年8月3日，沪深交易所发布通知，修改融资融券交易的规则，融券卖出和还券的交易由 T+0 变为 T+1。与此同时，券商纷纷宣布暂停融券的业务，没有券源对日内回转交易是致命的打击。当时解散了不少的团队，当市场的需求仍然存在，一些团队开始找资金量大的散户，俗称大户，用他们的账户做底仓，慢慢的这个行业又开始扩大了。券商营业部配资公司也都进来了。北京一家中型券商营业部的经理说，不少大户手中都有套牢盘，有解套的需求。再就是为了参加网上打新的这类交易，账户为满足最低的市值要求，被动持有一些股票，有保值增值的需求。一般来说，大户会与 T+0 的团队签订一个类似于保本的协议，把股票账户委托给 T+0 团队打理，约定以后账户返还，股票与出借前保持不变。大户的股票市值享受固定收益，或者账户的最新市值较出借前有盈利，按照约定的比例分成。比如大户的账中有 A 股票100万股， T+0 团队借用该股票后，在 A 股市场以价格高点卖出50万股，然后在股票市场以低点买入50万股，这样某大户的账户依然是 A 股票100万股，但是通过频繁的此类高抛低吸的操作，降低了持仓成本，而且相当于实现了 T+0。 出借人的账户和密码不改，出借期间不能操作，但随时可以看，做亏了全部由 T+0 团队承担，盈利了大家分成。适合做 T+0 交易要满足几个条件，一是大户的单只股票持仓市值最好在30万元以上，二是每波的振幅能够达到2倍的手续费，那种市值在1000亿以上的蓝筹股，振幅又在1%以下的，产生的波动很小，不适合做日内交易。券商营业部经理说，严格按照证监会的要求，这种出借账户的操作肯定是不合规的。营业部发现这种情况是应该提醒和报道的，但是基本上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是大户。而且从营业部的角度来说，虽然 T+0 团队谈下来的手续费比散户低得多，但是周转率高，走量，交易量越多，意味着赚取的手续费也就越多，考核排名也就越靠前。市场上专门提供券源的中介也有不少，比如券商银行处理高管股票质押的，还有找上市公司大股东做所谓的市值管理的，都可以作为 T+0 交易的底仓。除了提供券源，券商还在技术上为 T+0 提供了很多的支持。在行情上，券商提供双地托管，上海、深圳两边的 Level 2行情解码都可以低至2微秒，如果行情快1毫秒，收益就可以增加 3% 左右。A 股市场的 T+0 目前还是以人工为主，占比在80%以上，这主要是因为 T+0 交易的券源掌握在传统的人工交易机构手中，程序化的交易机构还难以拥有大量的底仓。宁波一家程序化私募机构的产品推介资料显示，一支2020年3月开始交易的程序化股票高频 T+0 资金，运作1个半月的年化净值表现高达 37%。 总结起来，目前 A 股韭菜收割机的套路是，首先做 T+0 的团队会找大户的账户做底仓，和券商合作，拿到毫秒、微秒级别的行情数据，通过程序化的交易做波段和 T+0 来获利。了解了这个套路之后，要想在 A 股不亏钱，能做的就是不跟风买卖，不听小道消息买卖，不看股评买卖，
只买自己有研究的股票，只在自己认为价格合适的时候卖出，做到这些就跑赢了大部分的散户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想要共有，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喜欢本期视频的话，别忘了点赞、订阅、加分享。那我们下期再见。